这次呢，跟大家聊一个用美国旅行签证去美国学英语的事情。那么我对拉斯维加斯的话还是比较熟悉一点，其他城市的话没有这么熟啊，也不是说完全不知道。但是呢，你也可以利用这个方法，利用这个思维去寻找。那么我这边呢，只是以拉斯维加斯为例啊。比如说你这个地图啊，你这个谷歌地图切换到拉斯维加斯，然后这边搜索啊 language school，然后呢就有出来很多语言学校。不过呢，我这边的话也会挑选啊，挑选哪些学校呢？比如说这边宾郡瓦里啊，就是这边的话华人区比较多嘛，可能我会选择这些学校。那么以这个为例啊，那么这边有两个啊，UCEDA 其实是一样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它那个官网地址不一样啊。那么你可以打开这个官网看一下啊，其实我刚才看过了，官网给大家看一下。有一个呢可能是总校啊，它的网址还不太一样。那比如说这个的话啊，这个的话可能是针对学生签证啊。那么今天我本次主题的话，还是主要讲用 E1B2 身份去美国学习。当然说这个是合规的啊，从来不说这种违法事情的。好，那么你可以在搜索引擎里面搜索啊，叫 UCEDA B1 B2 Visa 啊，然后呢这边有个 Part Time 啊 ECSL，ESL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英语作为第二语言。然后呢打开来看看。好，打开来看之后呢，它这边呢它自动帮我翻译成中文了，因为我的语言版本啊，浏览器语言啊它是中文的，所以说它是帮我自动翻译的。那么你可以看到啊，游客英语 ESL 课程，那么 B1 B2 的监读制 ESL。如果您持有 B1 B2 旅游签证访问美国，请参加啊这个什么课程来提高你的英语水平。你看这个学校官网上都这样写了啊，肯定是合法的啊。那么等一下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在政府的或者 GOV 的官网平台上怎么说明这个情况的啊，不然说你也怕啊这个万一如果说不合法呢，那不是完蛋啊。那么这边的话就是来美国旅游的游客啊，可以利用一些空余时间啊学习，然后联邦法律允许持这个旅行签证的游客参加短期兼职学习啊，注意啊是 part time 啊，就是兼职的，提供上午、晚上和周末课程，那么获得官方结业证书，证明你在美国学习英语的进步啊。这个结业证书没什么用啊，因为这个东西呢，其实美国官方呢规定的是你不能参加任何学历认证类的这种学习。那么我们看价格啊。价格是非常便宜的啊，标准 ESL 和半密集 ESL 啊，其实它这个有个规则是每周是不能超过18个小时学习，你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社交、商务和旅行为主。那么这个学习呢，其实一种宽泛式的或者说短期式的。那比如说你有些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些什么好的酒店啊，好的酒店不是有这种2个小时的什么厨大厨，怎么教你做寿司啊这种课程，其实这种课程也是合规的啊，没问题的啊。那么价格的话很便宜啊，4周$370啊，注意4周啊，每周10小时的话，总共4周的话40个小时的，那不到$10一个小时啊，那么你说是不是很便宜啊？当然的话，这个费用啊，这个书籍费用不包括在费用中啊，书籍我感觉也贵不到哪去，$100撑死了吧？那最多的话可以学习12周啊，为什么他这边写12周呢？因为12周的话相当于3个月。因为有些人呢，他是虽然说啊，很多时候呢，这个允许你停留180天啊，183天，但是呢，就是也要考虑到 VWP 用户啊。什么叫 VWP 呢？就是免签的啊，就是豁免签证的那些访客啊。所以说呢，3个月，你3个月以上的话不要参加了，3个月以上的话，这个签证会有影响啊。我觉得你不要停留太多时间。好，这边的话是我在它官网平台上找的一个信息啊，比如说这边就是我是访问美国的啊，这个毕业签证，我能不能在UCEDA 学习啊？这边的话有一个说明，那么我把它翻译一下啊。是的，我会短期娱乐课程的学习啊，这不是为了获得学位或学术证书的学分，允许访问签证啊，了解什么关于访问课签证这个东西啊。这些课程不属于学位授予或学术证书的课程，所以说这个是可以参加的啊。好，那么我还问了 ChatGPT 啊，ChatGPT 的这边的话回复，当然说到这个回复呢，可能有些时候呢不太准确啊，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 GOV 的官网上去看一下啊，这个有没有这种相关信息。这边写了啊，一般来说每周少于18小时的非全日制课程是可以接受的啊。那么如果超过这个时间呢，就可能被认为是需要 F1 签证的全职学习啊。因为你主要目的不是学习嘛，主要目的还是在于这种访问啊，或者说旅行啊。好，我一个一个来讲啊，这个是一个大学的官网啊，是美国大学的，这边我把它翻译好了，那个这边的话它写的比较详细一点啊，网址呢是带 edu 的啊，这个绝对是大学的，然后呢是拥有有效的这个签证啊，或者说免签证计划
然后呢，以这个身份入境啊，那个注意一点啊，旅行的主要目的必须是商务、娱乐或医疗。那么这边有个说明啊，附带的访问的啊或娱乐性的学习啊，根据联邦法规，非移民访客啊违反了什么东西啊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？但是呢，一些政府机构已经澄清了这些规定，允许休闲学习，只要学习是附带的访问的，主要目的还是这个商业旅行啊，这个没问题的。允许的休闲学习被视为休闲或短期的啊，对个人爱好或兴趣，并不是访问美国的主要原因。好，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夏威夷的大学啊，夏威夷大学这边也有说明，这个也是一个东西啊，也是一样的。那这边的话我就不翻译了啊，这边有个就是游客啊，你看这个啊。非学术类的学习，并且少于18小时每周啊，这个是娱乐性的啊，短期课程啊。这个呢是一个点 gov 的官网啊，这个官方网站也可以作为一个比较权威的说明。那么这边的话，它有个说明啊，就是你看下面这个啊，作为短期的娱乐学习啊，这个访客签证是可以被使用的啊，这边写的啊，不是为了学分的嘛，不是为了学位的嘛，不是为了学历的嘛，所以说这个是可以接受的。那么还有一个说明啊，就是这个啊，这个网站的话肯定是最权威的啊，这个网站是美国国务院的这网站啊。那访客签证里面的话，你找不到这条的啊。我告诉你怎么找呢？就要在学生签证里面啊，这边啊。那么学生签证里面的话，我把它翻译好了，翻译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官网说明啊，官网说明是这条啊，对于短期的休闲学习访问者的 B 类签证是可以合适的啊，你看清楚啊，短期的娱乐性课程啊，这个不是为了获得学位或学术证书啊，这没问题的啊。好了，还有一个就是联邦的学生赞助的一个 gov 的网站啊，这边也可以看到啊，就是少于18个小时每周啊。那么另外再说回来啊，就是还是这个学校啊，这个学校是可以的啊。那么另外再说回来，就是我为什么会研究这个东西呢？就是我上次不是搞了一个美签免面谈嘛，是我给我孩子搞的。那么本来的话，我想带他去美国去，顺便学一下英语口语，提升一下啊。那么问了这家语言机构啊，然后呢，他告诉我呢，就是小孩子呢要年满18周岁啊才可以读。如果说你没有年满18周岁的话，还有一种条件就是年满16周岁，并且完成高中学业，并且家长同意签字啊才可以啊。所以说呢，这个的话还是最后还是怎么说呢，适合成人吧啊。但成人的话又要工作，你没有那么时间啊。除非你中间是 gap 的这个情况，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人啊，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去美国的啊，刚拿到签证去美国的。我尽量建议你不要这样做啊，因为如果说你第2次、第3次的话还可以，第一次的话很有可能他怀疑你第一次就来就这样子的话，可能怀疑你的目的不纯啊，或者说旅行转F1签证啊，有些人是旅行转学生签证，我建议是不到万不得已啊，不要随便转这个学生身份啊。